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常威将军顾江宁之子，监察御史顾千斩，治理时议有大功。夫人，您为了编撰这治疗时议的方子，都已经熬出白头发了，这才刚过完30寿辰呢。不过好在大公子这次治疗时议有功，肯定加官进爵，您说不定也会被封为诰命，有享不完的福呢。点翠啊，这治理时议乃是长儿一人之功，不可妄言。赐命为丞相，钦此。公子，你这是做什么？点翠，夫人，不要啊，点翠，点翠，点翠。为什么？我是你母亲，你这样做是罔顾人伦。我才是他的母亲。你们不是表兄妹吗？魏小小本来就是青梅竹马，20年前就已许下终身。要不是因为你，我们早就在一起了。那你既与他郎情妾意，你当初又为何要娶我？因为你母家财力雄厚，父亲更是朝廷命官，于我的仕途而言，百利而无一害。更何况，像你这么一个任劳任怨的下人，满天下也找不到第二个。你知道我为何从不碰你吗？因为你身上染着商贾的铜臭味儿，让我觉得恶心至极。长大，是我瞎了眼，下嫁这空有名头的将军府。我倾尽所有操劳一生，却落得如此下场。若能重活一世，我定要他们付出千百倍的代价。我没死。母亲喝茶。顾千斩，我居然回到了20年前。今日看来，正是我挑选养子的日子。苍天有眼，既然叫我重活一世，你们这些人渣等着遭报应吧。青桃，你意下如何了？我瞧着长儿憨厚懂事，以后啊，定是个孝顺孩子。母亲，我瞧着这孩子的眉眼，长得与您有几分相似啊，不会……这孩子是我一个远房侄女儿的，有几分神似，那是肯定的。他们迫不得已不能亲自抚养，所以才托我给他们找个合适的人家过继。我看这孩子挺合眼缘，我看就他吧。上一世我惨死这畜生之手，这辈子断不能再养一头白眼狼。母亲，儿媳认为将军府祭祀乃是重大之事，不能光看着一个孩子就做决定，不如你等儿媳看过其他孩子再做定夺，可好？
是他。冲撞夫人了，王夫人海涵。是你？你受伤了，给我看看。点翠，去查。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在我眼皮子底下做出这样的事。是。不要！既然篱下都是如此，我是扶贫之身，夫人不要为了我多费周折。你这孩子倒是懂事，不过有些事情该查还是得查。是。来，这个呢，是我亲手绣的平安符，你把它带在身上。往后这将军府啊，再也不会有人敢欺负你了。你有什么想吃的、想喝的、想玩的，你尽管和府内下人说，若他们不听，你便来告诉我，知道吗？前世我未能对你有助力，最后你却不顾一切替我报仇，这一世我定会护你周全，尽心尽力将你送到无人之巅。清堂，你可有主意了？有了，就他吧。不行，母亲，这孩子过继过来，既是我养，那我选择这个孩子，又有何不可？瞧你这话说的，我只是瞅着他合眼缘，实在太喜欢罢了。喜欢？那不如就把这孩子送到母亲院子里，当这府上的二爷可好？荒唐！我是你婆母，哪有儿媳劝婆母收养过继子的？既然你也喜欢这孩子，那就把他们都收下，一起教养。总有一个会有出息，你也有一份母凭子贵的可能。那便依母亲的。唉，我的头风又发作了，我先回去了。记得叫那郎中多带几副中药来。恭送母亲。二位小公子，去收拾东西，准备搬来晚香院吧。母亲在上，受儿子一拜。起来吧。谢母亲。儿子拜见母亲。点翠，把戒尺拿过来。是。把手伸出来。母亲这是要干什么？你既入了我的院子，就要守我院子里的规矩。这第一下打你嚣张跋扈，不知兄友弟恭。这第二下打你目无尊长，不知礼数。从今日开始，你日日都要来我院子里请安，每日都要下跪，犯一次错便打5下。今日你犯了2次，所以要打10下。点翠，剩下的8下你来打。是。母亲，饶了我吧！夫人，打完了。好了，我罚了，你带他们下去吧。是。今天都怪你，要不是你在母亲面前装模作样，我根本不会挨打。人有理则挨，无理则威。你无理在先，挨打受罚都怨不得旁人。你也配在我面前卖弄？我和你可不一样，我可是将军府的嫡子。今天谁敢跟我抢，我就要他死。奴婢就听见
长哥说自己是什么将军府嫡子，还说什么谁要抢他的位置，他就让谁死呢。没想到长个小小年纪就如此狠辣的心思。是啊，我怎么没发现？还被他们一起蒙骗了20多年。顾江宁、顾千斩、穆皎皎，我一定会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什么20年啊？啊，夫人，您今日为什么没有给老夫人配药呢？药能医病，不能医心。记住，凭谁问，都说这是在街上季大夫那儿开的方子。是。你现在就把账房先生找过来，我要查账。穆皎皎，你把儿子送进来，你这时会藏身何处呢？敢问夫人，为何要查账？将军征战在外，夫人身为将军府的主母，本就有掌家之责。你一个下人，也敢询问主子的意思？闭上你的嘴，夫人问话你再回。秋风巷老宅修缮，300两，还真是修了个间屋来藏娇呢。怪我前世大意，竟没有注意到老夫人所谓的远亲，竟是这般尊贵。从今日开始，秋风巷这笔开销就停了吧。啊，夫人，怕是不妥呀。这秋风巷住的是老夫人的侄女，若是停了，那岂不是正好？现在边关大捷，将军即将回朝，既是老夫人的侄女，不如接到府上来照顾更好。点翠，你去安排。是。陈管事，这府里的当家主母是谁？你应当很清楚。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您心里应当是有数的。是。点翠姑娘，提点的是。娇娇，顾郎，你什么时候带我回将军府啊？我实在是惦记你，也惦记我们的长儿。你呀，且先在这稳着啊。那个瑜伽对我来说还有用处，等咱们将军府啊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天，我一定风风光光的把你接回去。到时候啊，你呀就是我唯一的将军夫人。那还远着呢，将军莫不是在哄我吧？我可是清白人家的姑娘，断不会为人外使。哄你干嘛呀？我刚班师回朝，家都没回就来你这儿了，我的心你还不知道吗？等本将军什么时候找个机会把你接回去。将军夫人，我今日去那秋风巷，将军已然回朝，却不回府，进去了内地儿。我走近一听，竟是一日都忍不了，淫声乱语的，真的是恶心，奸夫淫妇。夫人，我这就去一把火烧了他们的狗窝。他们2人青梅竹马，感情甚好，我们何不成全他们呢？3日后静待将军回府。母亲，儿子，我儿终于回来了。母亲，儿子此番出征，平定了西北，圣上允诺要好好嘉奖于我。不愧是我儿。哎呀，清堂，这几年来我不在府中，委屈你了。只是几日之后的宴席，还需要劳烦你费心操办。一切听将军安排便是。只不过儿媳还有一事，不知算不算是同喜？何事啊？前几日啊，我去查看府中账目，发现秋风巷有一处账目非常的蹊跷，
我去问过账房先生才知道，原来是母亲的一位侄女住在那里。我心想着老宅破旧不堪，不适合居住，所以啊，我就自作主张，想着把人接府里来好了。这怎么行？不合理数。对，母亲说的是，不过是一个远房表亲而已，住在老宅里面，随便给口饭吃就可以了。哦，那这可如何是好啊？我已经自作主张把人接回来。妹妹来了就好，你可算来了。妹妹，你为何戴着面纱呀？我最近长了些疹子，怕吓到表哥和姑母。哎呀，妹妹，你这是哪儿的话呀？都是一家人，谈什么惊吓不惊吓的？夫君和母亲都只会更心疼你才是啊。夫君，这么久不与表妹见面，怎么也不和人家打声招呼？表妹，表哥，这岂不好？那夫君和母亲就好好的呀，和你的表妹叙叙旧。点翠，你和我去厨房看看给母亲新炖的燕窝好了没有？是。姑母，母亲，姑母，您为何要打我？你怎的如此沉不住气？若是你和我儿的关系被发现了，我儿的仕途就全毁了。到时候别说是你，就连我亲嫡孙，还有这将军府满门，都要被你牵连。今日一事，许是于清堂有所察觉，所以才会针对角角来试探我们。看来我们得尽早做打算了。怎么可能啊！我平时从没见过他，而且我一直都戴着面纱，不会有人发现我与长儿面容相似。谨慎些总是好的。母亲，儿臣此番西北一战，已立大功，我即刻进京面圣，请旨休妻另娶。万万不可！母亲，为何不可？你简直是昏了头了。他父亲还在朝中任职，是圣上十分器重的老臣。你这样冒失的提出休妻，圣上怎会答应？是角角无福，不能服侍将军。角角这就走。不许走，有我在，这个将军府就是你的家。我知道你们二人青梅竹马，感情甚好，可我们将军府若不是于清堂的嫁妆支撑着，早就剩下一个空壳了。休妻行不通，不过若是于清堂出了什么意外，那他的那些嫁妆理所应当的归我们将军府。将军，你们二人先焚香祭拜顾氏先祖。跪。这孩子的香怎么会断了？先祖面前断了香火，这可是不祥之兆。如此来说，先祖是不满意这孩子。母亲，这个如何是好啊？既然如此，那便叫展儿一个人上宗旨吧。母亲不可，母亲，你既已同意让泽儿过继给我，
怎可突然反悔？你先是以将军出征，以防顾氏无后为由，强迫我过继这2个孩子。现在我刚与这2位孩子相处些感情来，你却让我突然舍弃其中一个。儿媳，你如果再这样一意孤行下去，那便在今日让儿媳与将军和离吧。什么？和离？绝对不行！哎呀，清堂，你也看见了，是顾家的先祖不满意这个孩子呀。那顾氏先祖既看不上这个孩子，不如2个孩子都不要过继了。反正将军已经回来了，相信过不久啊，我就可以和将军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哎，不可！为何不可？母亲，将军也是。我嫁进这顾府已有3年，可是这3年来，将军你并不肯碰我。如此说来，我想与将军有自己的孩子，也是痴心妄想。这厢被人动过手脚，应该是被水浸过。看来我们顾家的先祖对我这位儿媳也不是很满意嘛。哎，玉清堂，你可知你在做什么？那不如就在今日，当着各位列祖列宗的面，许我与将军和离如。玉清堂，你乃一介商贾之女，身份低微，能够嫁入将军府，已经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了。福？这究竟是福还是孽啊？你，罢了，都住口！清堂，看得出你是的确喜欢这孩子，照旧吧，把这2个孩子都上宗牒，过继到你的名下吧。如此，多谢母亲。谢母亲今日替儿子解围。你我母子2人有缘，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母亲放心，泽儿出身低微，能有个家已属实难得。泽儿今后必定谨记嫡庶尊卑，不会生出半分逾矩之心，事事以母亲和兄长为主。你记住，人的尊卑贵贱从来不是靠嫡庶划分的，重要的是你要看得起你自己。你与顾千斩同为我的孩子，他并不比你高贵多少，从今往后你不必事事谦让于他，他如果欺负你，你只管回击，懂吗？儿谨遵母亲教诲。老夫人喜得2位聪慧伶俐的孙子，当真是膝下有福了。是啊，尤其是那展哥，虽非将军亲生，但举手投足之间像极了年少时的将军呢。恭喜将军和夫人喜得2位贵子。多谢。瞧，这不是表妹吗？我都没发现你来了。来，敬你一杯。姐姐，这大喜的日子，妹妹自然是来沾沾喜气的。夫人，表妹，
你们二位敬个酒，怎么把衣襟都弄脏了？在座的宾客这么多，被看见了不免有失礼数。去后院换一身再来吧。是，夫君说的对。瞧，我刚刚都忘了，衣服都弄脏了。那我回去换身衣服，再和表妹聊天。夫人，不好了！慌慌张张，成何体统？什么不好了？说清楚！奴婢方才路过满春院，撞见夫人。夫人跟陌生男子私通，不知羞耻！这简直不堪入耳！果然是上古之女，淫贱之流。堂堂的将军府夫人，竟然干这种事，真不要脸！好啊，于清堂，你这个淫妇，竟敢在我将军府明目张胆的偷人！来人，把门给我踢开，把这对奸夫淫妇给我抓出来，乱棍打死！是。哎呀！于清堂，你这个淫妇，竟秽乱我将军府！你怎么是你？贱人！老夫人饶命！老夫人饶命！就看见于清堂跟2个男人进来了。哦，是吗？我刚刚见前厅无人，在想大家去了哪，结果都来了这儿。母亲，这不是你屋里的婴儿吗？你竟然在将军府的大喜之日，你做出如此阿杂下贱之事！我明明就看见于清堂，我们家夫人到底哪里得罪你了？竟然被你如此攀污！看我今天不打烂你的嘴！母亲，你向来是严格管教府内的下人，可是这燕儿姑娘今日不知怎么了，在大家伙面前空口白牙的污蔑儿媳。我是知道母亲您是疼我的，可是不知道的人还会以为您教唆府内下人苛待我这个当家主母啊！哎呀，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呀？你是我儿媳，我心疼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纵容一个下人为难你呢？难不成是有人指使你？没有人指使，可能是奴婢看错了。这都是误会一场。清堂，我从来都不相信你是不懂规矩之人。我急匆匆赶来，也是为了还你个清白。现在误会解除了，你请来的宾客回席吧。母亲，这婴儿和燕儿都是您府中的下人，况且今日如此多的宾客都在，儿媳受点委屈倒是没什么，只是此事若是传出去，恐怕犹如老爷官生啊！一个婢女，竟然在主子的院子里行如此秽乱之事，何该乱棍打死？将军夫人怎么说也是大家闺秀，顾老夫人不分青红皂白就骂得那么难听，结果行这种丑事的还是自己身边的人。对呀，这要不给个交代，如何收场？母亲，还请母亲为儿媳做主。做错了事就要罚。来人，把他拖出去，找个人牙子打发了。老夫人饶命！奴婢冤枉！老夫人饶命！饶命啊！还有你，张嘴50！奴婢知错了，奴婢知错了，奴婢知错了，奴婢知错了。今日之事是我欠考虑了，不过我也是为了将军府。
是为了你们夫妻俩好。母亲，您说的是，只是今日府内如此重之事，怎么不见将军呢？还有表妹也不见了。哎呀，小姐，刚才2个狂徒跑出去了，表小姐不会有什么危险吧？那你快去找啊！慢着，母亲还有何事？宴席还没结束，你且去招呼客人，我派人去找将军便是。老夫人说的对，将军武艺高强，说不定碰巧碰到表小姐的话，定能保护她呢。也是。那既是如此，儿媳便告退了。还请诸位移步前厅，我已命厨房备好酒菜，我们前厅再叙。奴婢知错了，奴婢知错了，奴婢知错了，奴婢知错了。母亲，儿媳告退。奴婢知错了，奴婢知错了，奴婢知错了，奴婢知错了。行了，别打了。今日这事一定是不小心走漏了风声，让这个女人反将一军。哼，下次别想有这么好的运气。真吓死奴婢了，幸好有2公子提前通风报信，不然一定要被人所害了。是谁？母亲，是我。点翠。你怎么来了？怎么神色如此慌张？母亲，儿子方才在后花园看到祖母那位远房侄女，她和几位打扮成家仆的陌生男子在一起。那你可还听见了什么？并未听清，但我听见了母亲您的名字，我感觉到他们好像要对您不利。还真是沉不住气呀。既然如此着急，那我便送你一份大礼。你想办法把这个放进于清堂的吃食里。你再去找个机会去前厅给老夫人报信即可。哎，站住！点翠姑娘，夫人想喝莲子羹，我有急事要出趟门，劳烦你去厨房取一碗来。好。哼。夫人，你要的莲子羹我带来了。给他换上一套我的衣服。是。点翠，你向来性子纯良又单纯，难为你还要跟我做这些下作的事。那都是他们自作自受。但不瞒您说，夫人，这段时间我总觉得你好像变了一个人。人总是会变的。唉，你姐姐婴儿跟了我这么久，为了大局只能舍弃。是姐姐做事不谨慎，怪不得老夫人。你倒是懂事，那我就给你一个既能将功补过，又能手刃仇敌的机会。这是我从高人处寻来的偏方，你抓紧时间给夫人送去。是。昨日的事，奴婢知错了。老夫人教育过奴婢，让奴婢日日为您煎药，弥补过错。我们家夫人身体好着呢，用不着吃药。这是什么药？回夫人的话，这是老夫人托人寻的民间土方子，说连喝7749天再同房方能怀胎。那太好了，燕儿姑娘替我谢过老夫人，我正需要这个。啊，老夫人特意嘱咐让我盯着您喝完。
奴婢告退。夫人，这药有问题。这药看上去没什么问题，可是里面有一味药的剂量加多了。若是真如他所说，喝上7749天，怕是我会慢性中毒，突发急症，痛病而亡。真是好歹多，老夫人为什么要这么做？怕他们是等不及了，好吞并我的嫁妆，巴不得我早点去死。可是我要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做欲速则不达。嬛嬛，夫人有何吩咐？从今日起，你就去老夫人院里伺候。奴婢做错了什么事情？夫人为何要平白无故赶奴婢走啊？因为你上一世，我一直以为我的敌人是这个叫嬛嬛的丫鬟。她不爱顾江宁，只是为了给家中老母亲治病，在她身边虚与委蛇。因为你生得漂亮，算起时间，他祖母这时应该刚病倒。他是个好苗子，胆大心细，若是好好教导一番，定能为我所用。想必是夫人怕将军看上奴婢，不肯将奴婢留在这将军府。你，我长相娇艳，是个男人都喜欢，不过不是每个人都想飞上枝头当凤凰。我对将军无意，不会勾引将军，还请夫人放心。不，我啊，就是要你勾引将军。什么？天地玄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宇宙洪荒，日月盈。哎呀，别碰我！老夫眼皮子底下，你也敢睡觉？伸手！本公子不就打了个瞌睡吗？把千字文拿回去，抄写5遍，明日拿来给我看。就算再重来1万次，你也是烂泥扶不上墙。前一世我对你严加管教，助你成才，你却变成了刺向我的尖刀。那么这一世，你就随心所欲吧。夫子并没有罚你，为何不早些休息呢？母亲，儿子想着熟能生巧，便把今日所学试着默写了几遍。好，很好，你接着练吧。果然没有看错这孩子，日后必将有所作为。站住！昨日让你抄写的千字文呢？拿来与我。
字迹潦草，错字连篇，拿回去重抄10遍。今日这堂课，你站着听。你这是大逆不道啊！我明明挑出来了，怎么会在这里？伸手！你要我罚赵武斌抄了，为什么还要打手心？你品行不端，侮辱师长，难道不该受罚？哎，也罢，你若不愿受罚，那便出去吧。为师我容不得你。这是我家，要出去也是你出去，你不配赶我走。祖母，你可要替展儿做主，展儿好受委屈。父子他无愿打我，展儿的手都肿了。什么？快让祖母瞧瞧你的手信。小小年纪怎能满口胡说？老夫都还没有动手，何来打肿一说呀？这么说，你还是准备打我展儿了？祖母，我害怕。展儿莫怕，有祖母在，没人敢欺负你。于清堂，瞧你给孩子们找的什么福子？我展儿可是将军府的嫡子，怎能容外人打他？母亲，您这可是说笑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夫子又怎么算是外人？况且本身就是展儿学艺不精，懒惰懈怠。夫子如果不教育他，那才是真正害了他呀。夫人，老夫人，二位公子都乃老夫的学生，老夫理当好好的教导他们。若是大公子展儿能像二公子泽儿一样勤奋苦练，老夫也无话可说。可是你看看，大公子竟画出这种东西来羞辱老夫，老夫倒要问问，堂堂将军府就是如此这般教养孩儿的吗？展儿，这可是出自你手。你敢告我祖母状，还说我不如那个野种，你找死！快拉住大公子！老家伙，公子，我咬死你！老夫传道授业30余载，不知有多少官员都出自于老夫的门下，却从未见过如此蛮横顽劣的小儿。这将军府的门，老夫是再难登门。夫人，告辞。夫子，夫子何去？教不了了。怎么回事？我看见夫子急匆匆离去了啊！将军，奴婢冲撞了你，请将军责罚。男人天生喜欢当狩猎者，喜欢征服和刺激。穆角角，很快你会明白，你引以为傲的青梅竹马之情，在嬛嬛如此尤物面前，根本不堪一击。将军，奴婢是我走太急，撞到你了。你主人都走了，你还磨磨唧唧干什么？禀告老夫人，嫣儿姐姐走了。夫人说您身边没有贴身的人照顾，派我来照顾您。我这边不缺人伺候。母亲，清堂也是一片孝心，他身边的人不会有错的。可是你留下可以，但是一定要伺候好母亲。奴婢定尽心尽力。奴婢煮了参茶，就先告退了。父亲，是夫子先侮辱我，说我不如顾守则那个野种，我才一时激动出手教训了他。是那夫子铁了心，不愿意在将军府。若是这事传出去，
恐怕无人再愿意叫我宝贝孙子了。小孩子一时顽劣罢了，母亲不必过于忧虑。待儿子明日再寻别的夫子来授课即可。那帮夫子，一股酸味儿，死要面子罢了。然而，你记住，以后夫子若是再说你不如别人，无需反驳，只需要背地里暗自努力，有朝一日将其踩于脚下，堵住他们的嘴。儿子知道了。老夫人，你真要收下那个叫嬛嬛的呀？于清堂的人，我自然不信，却也不能明确的回绝。留下吧，只是不能在我屋内做事，打发出去做个粗活即可。老夫人，这参茶生津止渴，养颜助容，是奴婢亲手熬的。哎呀，你这粗手笨脚的，还想来老夫人房里伺候？从今儿起，去洒扫院落，做些粗活便是。是，还不赶快收拾？好。哎呀，别用手绢，用手，别想偷懒耍滑。哎呀，燕儿，我头疼的厉害，扶我回房歇息。怎么弄的？都说以色示人，色衰而爱弛，顾江宁身边从来不缺美女，缺的是让他欲罢不能、捉摸不透的猎物。奴婢知道，男人都喜欢野的。顾老夫人一定会想法子除掉你，我们就可以借由他的手，让那个男人更怜惜你。今晚戌时，将军会去老夫人院里请安。奴婢知道。不过有一点你要记住，千万不要对将军动真心。将军，奴婢从来看重的都只是黄金。将军少来，奴婢要干活呢。你这手如此娇嫩，本将军怎么会忍心让你干这种粗活？将军少来，奴婢干完活还要赏花呢。赏花？这府中多草木，何来的花？桃花。有花堪折直须折，本将军今日便要摘了你这朵桃花。不光是奴婢，院子里好几个人都看见了，就在千里湖中央的湖心亭里。你说这男人还真是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啊。点翠，将军明天就要去找夫子，东西可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只是将军这次怕是要碰壁了。他呀，何该吃点苦头。请问一下，你们夫子可在府上？夫子说了，顾家人一律不见。哼！请问，夫子何在？夫子，
这是何意？顾将军请回。倘若让老夫到将军府去教那些顽劣小儿，老夫宁愿去死。你，走，哼！你，哼！这帮老东西简直欺人太甚！将军，您都在外面跑了一上午了，喝杯茶歇歇吧。那3位夫子，你可都见过？见过又怎么样？我堂堂3品大将军，连吃了3次闭门羹。哼！偌大一个都城，竟无一人愿意来我将军府教书。将军府是什么豺狼虎豹窝不成？的确是欺人太甚。我纵然知道那些文人想来轻视我们武官世家，却不知道这般地步。先前那位夫子，还是清堂托母家的关系求来的。依我见啊，我们展儿天资聪颖，福泽深厚，以后定能高中状元。而姐姐的母家本是商户之家，还说不定给了那夫子多少银钱。我还不放心我们的展儿让这样的人教。你懂什么？那夫子可是2朝太子师。罢了，说了你也不懂。我问你，这段时日，你是不是经常私自见展儿？展儿还小，我怕他在晚香院吃不饱穿不暖，就稍微照看的勤了点儿。从今往后，没有我的准许，你不准再私自见展儿。你且先退下，我和宁儿有话说。是。哪有母亲不惦记自己孩子的？方才皎皎不过是爱子心切罢了。近墨者黑。那穆皎皎本身就是小门小户出身，一身的陋习。就算日后清堂不在了，这将军府的主母也断不会是他。你消遣消遣也就算了，万不可让他和展儿走得太近。若是染上了一身的恶习，来日后患无穷啊！母亲说的是儿子尽考虑了。大庭广众的你干什么？我看表哥四下环顾，我以为是在找妾身。不是跟你说过很多次了，这里是府内，不是老宅，要时刻谨记自己的身份。还有，别老去晚香院那边看展儿，免得落人口舌。表哥提醒的是，表妹啊，就应该待在那见不得人的地方。是表妹逾越了。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本将军累了，你回去吧。表哥，表哥！这青天白日的，这里可是前院后院的必经之地，还真是胆大包天。将军那晚不是说最喜欢与我这般胡闹吗？还说我娇俏可爱，不似那些俗物。怎么，那天晚上说的话都是骗我的？那就当嬛嬛从未来过。哎，没来过，那可不行。将军，母亲，你怎么这么晚才来？母亲有话跟你说。清堂日夜操劳疲倦，起得晚些而已，你休要怪他。清堂，我记得你精通诗书，又是2个孩子的母亲，不如这孩子们的功课就由你亲自传授，如何？母亲说笑了，儿媳啊，只读过些女则和女诫，想来这些
展儿和泽儿定是用不上的。况且我目前的头等大事呢，是要赶紧与各王公贵族走动，毕竟将军的仕途才是我们府中的头等大事，不是？对，这才是重中之重，你务必给我办好了。至于找夫子的事情，你不用操心，本将军自会去请。是，夫君啊，乃是堂堂3品大将军，想来找夫子一事，耐心一点，定是能找到的。不然晚些，孩子们上不了学，便只能去乡野叔叔上课了。这便是父亲新找来的夫子，看着倒是个软柿子。夫子，学生有一处疑惑。夫子，怎么了？怎么了？没什么。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不错，二位公子真是天资聪慧呀，实乃栋梁之才。母亲，书上说，所谓承其义者，勿自欺也。儿子不太明白。不被人欺是聪明，不欺人是心存忠厚，不自欺欺人则是大丈夫。我这样说，你可明白？多谢母亲解惑。母亲，泽儿认为父亲新请来的这位夫子学问不如母亲。今日我在书房外听到了新夫子的讲学，他的学问与之前的夫子相比，确实不太行。你今后在课堂上如果有什么问题夫子不能解的，你下课之后尽管来问母亲，我都会为你解答。对了，这个是我亲手绣的平安符，便送给你做开蒙礼了。谢谢母亲，儿子定不会辜负母亲一片苦心。把为师昨日让你们写的文章拿上来吧。不错，属实不错。这二公子写的字和文采日益精进呐。多谢夫子夸赞。让我得意。夫子，我要举报顾守则，他找小厮代写文章，有违时序。什么？竟然会这样？好啊，这就是你挑的好儿子。走。你父亲费尽心思求来夫子教你，你竟不学好，还敢找小厮代写文章。燕儿，把戒尺拿与我，今日我要好好教训。母亲且慢，你拦我做什么？之前展儿犯了错，你可罚得不轻。怎么，到了泽儿这儿，你要偏袒他不成？母亲息怒，儿媳对2位儿子一向一视同仁，绝不会偏袒其中的任何一个。只是今日之事，我们还没有查清楚来龙去脉，怎能仅凭一句话就断定泽儿的文章是抄袭的呢？证据当然有了，他找代写的小厮现在就在门外。过来。少爷，你可得救救我呀！可是您逼我替您写文章的。你胡说，我从未见过你。母亲，祖母，人证我都已经带了，
这个顾守则竟然还死不承认。依我看，现在不如就把他扔出去，打他20大板。慢着，我问你，你说二公子的文章是你所写，那么文章的第3行第3句话写的是什么？这小人哪能记那么细啊？你问这些做什么呀？泽儿，你告诉母亲，文章的第3行第3句话写的是什么？是，母亲。这句话便是：做君子，首先要正心、诚意、修身。没错，就是这句。现在本夫人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这篇文章可是你代替二公子所写。来人，给我下去乱棍打死！别！夫人饶命！我这都是大姑子让我这么说的。我以为这是大姑子跟二姑子开个玩笑。哎呀，废物！你竟然敢揭穿本公子！孽障，还不快给我跪下！你在功课之上本身就不如泽儿，不好好用功读书，却想出此等法子来陷害自己的兄弟。母亲，今日你便在此处给我跪满12个时辰，好好反省反省，究竟是从何处学到的这些阿杂手段？贱妇，本公子早晚要杀了你！你这当娘的也真够心狠的。展儿毕竟是个孩子，犯了错说教几句便是，跪了12个时辰，膝盖都跪青了。母亲说的是，这次罚的呢是重了些，不过啊，也是让他们长长教训。哼，今日怎么也没见燕儿姑娘在屋内侍候啊？她去厨房替我拿点心了。那之前调过来的那个丫鬟呢？今日怎么也没见到？那丫头笨手笨脚，被我派去院子里做粗使。放开我！老夫人，这小贱蹄子居然偷东西！休要胡说！这丫头原本可是清堂屋子里的。我没有胡说，她偷了将军的玉佩。你这丫头，我好心把你调到夫人房内侍候，你怎能手脚这般不干净？来人，把他给我押出去！这玉佩是将军赠予我的。我呸！将军赠予你？哼，老夫人，这种手脚不干净的丫头就一定要好好整治，否则我怕这府上都不得安宁。这丫头原本可是你屋子里的，我知道你是个好的，但这丫头断不可留。来人，拖下去发卖！放开我！放开我！你竟敢扰乱老夫人清静！住手！将军，这丫头偷您玉佩。住嘴！玉佩是本将军的，我喜欢便送了，如何？你竟然和这丫鬟！你，我把你调到老夫人屋内侍候，你怎么可以和将军？你们玉清堂，本将军喜欢他，你不同意也得同意。在这个将军府内，我还是能做主的。好，那既然将军喜欢，便抬进屋内，当个通房丫鬟吧。通房？好啊，那我这肚子里面的孩子出生就是个笑话。你怀孕了！你怀孕了！表哥，你怎么可以跟一个粗使丫鬟珠胎暗结，私相授受？我不相信，肯定是这个贱人，肯定是他勾引你！什么疯啊！本将军喜欢谁，需要跟你商量吗？别忘了自己的身份。欢欢，你说的是真的吗？是真的。太好了，恭喜母亲。那环妹妹既怀有了身孕，便抬进府里做个侍妾吧。岂不是委屈了你？
母亲，自从儿媳嫁入将军府以来，私下多年并无所处，外界都在传言说将军是身体有问题啊，才在府外过继了2个孩子。可是现在好了，现在环妹妹有了身孕，那便是证明将军身体并没有问题，自然打破了外界的传言。那便按你说的办。将军，那既然这样，不如我们择个良辰吉日，就迎环妹妹入府，如何？好，有你们在身边，真是本将军的福气。哎呀，表妹，将军迎亲乃是府内的喜事，你怎的哭丧个脸？这要是招惹了晦气，对孩子有伤害，可怎么好啊？环妹妹，带你去挑套院子，走。环妹妹，你觉得哪处院子比较好啊？姑母，那个狐狸精就是一个下贱的丫鬟，你让她先我入府，那以后还不是任她骑在我头上？你发什么疯？一个贱妾而已，以后将军府还会有3妻4妾，每一个你都要出来闹一下吗？有这个功夫，你不如好好想想，如何在赏花宴上为我儿的仕途做些什么，莫要让我儿早早的厌了你。燕儿，扶我回房休息。姑母，哎，你听说了吗？老夫人打算在赏花宴上为表小姐择为夫君嫁了。表小姐在府里住了这么久，也确实不太合理说。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对咱们将军有什么想法呢。将军已经有环姑娘了，喜爱的紧，怕是没空理会表小姐。而且表小姐整日戴着面纱，古怪的很。我若是将军，我也不喜欢。顾江宁，我老实本分的等了你这么多年，没想到你不但不打算给我名分，还要抬一个下贱的丫鬟做妾，如今打算赶我走是吗？你做梦吧你！你们所有人都给我等着！哼，这将军府的夫人，穆娇娇当定了。瞧，这位就是将军心爱的小妾，果然是国色倾城啊！夫人好。你瞎了吗？竟然敢撞我！你是哪个院里的下人？我呀是应邀参加这赏花宴、赏花观月。就你这穷酸样，还参加这赏花观月宴？我看你怕不是街上的穷乞丐，从狗洞里钻出来，在这里混吃混喝的吧？你是何人？竟敢对老夫如此放肆！我可是将军的表妹，不是你这个老东西能够随便惹得起的。我劝你早点给我滚出将军府，免得待会儿我表哥来了，把你给打出去。好，好，好，说得好啊，说得好！顾江宁有你这样的表妹，那真是他的福气。哼！娘亲，那个姨姨好漂亮呀！她是将军府夫人吗？她是将军的表妹。这将军府带这位表小姐真不错呀，这一身衣服可比你和将军夫人的穿的还要艳丽。可不是吗？我还以为这院子里的花引来这么大一只蝴蝶。这兵部尚书李大人怎么还没来？老夫人好。清堂，你确定帖子下到府中了吗？母亲放心，儿媳啊，亲手把这请帖交到李大人手里的，他一定会来。况且儿媳呢，今天把最好的绿菊都搬到府里来了，李大人最喜欢绿菊，他一定会来的。
夫人，您亲手给老夫人熬的佛跳墙就快到时辰了，厨房那边请您去看看火候。好啊，那母亲，儿媳先告退了。瞧瞧，顾老夫人，您真是有个好儿媳，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听说呀，将军回朝那日，连圣上都没来得及见一面，就快马加鞭赶回府了。有一个这么美貌又贤惠的夫人，我若是将军，我也得日日守着才是。他们夫妻二人，一人主内，一人主外，的确是伉俪情深。今天我就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的真实身份。等等，表妹有何事啊？你不是想知道我为何一直戴着这面纱吗？今日我便让你看清楚。表妹还真是容貌倾城啊！你少在这跟我虚情假意。想必你也看得出来，我的容貌与展儿有多相似。你到底想说什么？我就是想告诉你，你悉心教养的展儿，其实是我和将军的孩子，而我呢，跟将军早就在一起了。将军真正爱的人啊，是我。表妹啊，将军真正爱的是谁，我并不关心。我只知道，这顾家的当家主母是我。我今后呢，也还会有许多的妹妹。你要知道，你不是将军的唯一。你不过就是命好才占了这将军夫人的位置。玉清堂，你入府至今，将军从未碰过你一下吧？像你这种人，也就只能过着守活寡、过继别人孩子的日子。你还真是可怜。我告诉你吧，我们展儿才是这将军府未来的主人。表妹，你为什么这么自信呢？你看，现如今嬛嬛肚子里也有了将军的孩子，你怎么就能断定母亲和将军就会选择你呢？你这个贱人，给我闭嘴！告诉你，将军爱的人只有我。今天我就要让你明白，在青梅竹马之情面前，你根本什么都比不过。女儿落水了，娇娇。自打娇娇入府以来，一直对姐姐恭敬顺从，我不敢忤逆姐姐半分。今日不知道是哪里得罪了姐姐，姐姐竟要取娇娇的性命。玉清堂，简直歹毒至极！我同妹妹一同落水，将军怎么就能断定是我推的他？况且我二人一同下去，你为何不救我，先救他？你明知娇娇不会水，还要推她下水？我问你，本将军该不该先救她啊？你落水是因为你心思歹毒，是报应，还要反咬本将军一口。身为正妻，竟企图谋害夫家表妹的性命，如此歹毒，怎配做将军夫人？这将军夫人方才在席间看着温柔贤淑，没想到竟是这般心狠手辣，放在我府上可断不能留。大家都不要怪姐姐了，都是娇娇的错，是娇娇在府中停留许久，让姐姐不舒服。娇娇这些日子走便是了。不许走！将军府便是你的家，有我在，绝对不会让这个疯妇再动一根毫毛。你还真是蛇蝎心肠，
难怪我爹厌恶你。放心，我爹会给你出头的，要走也是他走。这大公子不是将军夫人所生吗？怎么会向着表小姐说话？这大公子未免说话也太难听了，倒像是平日里与表小姐多亲近似的。今日赏花宴，诸位贵客汇聚于此，你怎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如此伤天害理之事呢？传出去，我将军府定会落个纵容作恶的名声。若是闹到公堂上，我怎么护着你呀？家事何须闹上公堂？不如家法惩戒一下。对，家法惩戒。好啊，你们三言两语就想给我定罪，可这事哪怕上了公堂，也要分清是非对错的，讲究事实理据的。可这事儿，我看今日是说不清了。好，我认罚。不过，在我认罚之前，我也得将这罪名坐实了才好，对吧？看到了吗？这才是我推的。母亲，看到了吗？哎呀，这才是我推的。爹，救救我母亲！爹，毒妇！这大公子怕不是疯了？怎么叫表小姐为娘亲？休要胡说！大公子娘亲是将军夫人，怎能轻易叫错？难道这表小姐与大公子？大公子多吃了酒酿圆子，醉里。来人，快把大公子带回屋里去！你这个毒妇，竟然敢伤害我母亲，看我不打死你！大公子莫不是吃醉了酒，只是你母亲都分不清了。我没有昏倒。长儿，我当然认得我母亲，她就是我母亲。这个狠毒的女人，她不配做我的母亲。要不是她做了家里的主，我母亲岂会在秋风巷隐忍那么多年？现在我母亲好不容易回来了，却又不能跟我相认。你占了别人的丈夫，难道现在还要占了别人的孩子吗？哎呀，你这是干什么？长儿还是个孩子，童言无忌的胡说，你怎可当真呢？孩子，他都10几岁了，马上就要参加乡试了，你跟我说这是孩子，你们顾家当我是傻子吗？这大公子是大将军与表小姐所生，既然是与表小姐所出，何必遮遮掩掩呢？假意养在将军夫人门下，这不欺人太甚吗？外室就是外室，还什么表妹？将军府的门风简直有辱斯文。哎呀，都是质子说的胡话，诸位不可当真，不可当真呐！母亲，当真是母子情深啊！早知如此，那不如早早把你抬进府里做个妾呀！你又何必立什么表妹牌坊，自讨苦吃呢？清堂，我今日定要休了你！于清堂，我今日定要休了你！哎呦，疯妇，你反了天了！反了天了！到底是谁反了天了？我身为将军府主母，要替你养一个外室的孩子，如今还要当着大庭广众的面为你受一个贱妾的打。好啊，你将军府的日子既已过成这样，那不如以后让这个贱妾当着主母好了。你个毒妇！诸位宾客，今日将军府还有家事要处理，赏花宴就到这里结束了。点翠，送客。是，诸位请。还请将军与母亲与我移步祠堂。你又要做什么？我要去请顾氏耆老们过来，与你和离。什么和离？哎呀，你切莫为此事冲动啊！
我并非冲动，我与将军的日子过到这份上，依我看，也没有过下去的必要了。哎呀，清堂，清堂！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哎呀，全都是角角的错，角角愿意带长儿去给姐姐磕头赔罪。蠢货！母亲，做什么？你们母子二人别装了，早就串通好了做这一出，孽障，孽障！哎呀，祖母，您就消消气吧。你看，我母亲好不容易回到府中，您就让我爹给我母亲一个名分吧。您也不希望我被那个后妈欺负吧？没错，长儿说的是，那于清堂心思狭窄，心狠手辣，根本就不可能会真心对展儿。更何况我一点都不喜欢他。和离也好。好什么好？这府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全是于清堂的嫁妆购置的，一旦你俩和离，这将军府便被扒了一层皮。不过几个臭钱罢了，本将军不要，还他便是了。还？你可知为了维系你在朝中的关系，于清堂上下打点花了多少银两？如今比你权高位重的武将多的是，这些高官权贵为何偏偏在圣上面前举荐你？哼，你当真以为你的那点本事比你爹强吗？和离，做梦，只能休妻。入了我将军府，钱还有物，他于清堂一分都别想拿走。你把我和你二叔请来有什么事吗？大伯，二叔，我今日要与将军和离。什么？你与将军和离？婚姻岂是儿戏？夫妻之间有了小矛盾，再正常不过了，岂能说和离就和离？胡闹！小矛盾？将军他为了一个外室，当众对我这个正妻大打出手，你们管这叫小矛盾吗？皎皎是将军青梅竹马的表妹，两人自幼感情甚好，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你怎能因为将军身边有其他的女人，就生出歹毒之心，推人入水，害人性命？将军，原来你要和离，是因为将军身边还有其他女人。擅妒乃七出之罪，和离不成，我看将军不如休妻。我并非是容不下将军身边有其他女子，只不过通房也好，小妾也罢，都应遵从祖上留下来的规矩。将军他虽与表妹有染，可是表妹她却不甘心只是进房做小妾，反而处处冒犯我这个当家主母。难道表妹她不是想一步登天，取代我的位置吗？姐姐误会了，只要能与将军在一起，乔乔哪怕一辈子无名无分，乔乔也心甘情愿。无名无分？这将军府的嫡子乃是你肚子里出来的，将军又怎么可能舍得让你无名无分？于清堂，你可是昏了头了。这嫡长子乃是正室所生，既然他无名无分，就算生了儿子，那也算是外室子。既然是外室子，为何还要过继到正室名下？于清堂，你与我儿成婚3年，身为正妻，却不曾为我顾家添得一儿半女，难不成只准叫他守着你那个不争气的肚子，断了我顾家的香火吗？母亲说的是，我乃堂堂3品大将军，膝下无子嗣，岂不被人指责？原来如此，这就明了了。身为正妻，擅妒无出，这7出之罪，犯2出。既然如此，江宁，你还等什么？还不快快写休书？3年无出，那是因为将军他3年来并未与我同房。我若是腹中真有了孩子，那才是有了鬼吧？啊，从未圆房。
他说的可是真的？这娶妻从未圆房，这成何体统？我忙于军事，哪想那么多呀？是没空想，还是根本不想啊，将军？还是想处处博待发妻？我看将军您的一身力气，全都用在这老宅外室的榻上了吧？于清堂，你身为正妻，却留不住自己的丈夫，这便是你无德，怪不得旁人。话不能这么说，正妻就是正妻，作为丈夫要自觉一些，不然的话，难免会落下宠妾灭妻的名声。这不是李家家丁吗？贵客来访，有事远迎，敢问可是你家李大人有什么交代？大人特命我来通报一声，今日赏花宴并非我家大人所约，而是到访时被你们府上一位身份尊贵的女眷当成乞丐赶了出去。将军府身份尊贵，我们大人高攀不起，日后将军府的帖子就不必下到我们府里了。什么？李大人来过了，被人赶走了？是谁这么大胆？这其中定有误会，误会。对，是误会。这府上居然有人这么有眼无珠，居然敢得罪李大人，我看这是要存心毁了将军的仕途啊。不过刚刚说身份高贵的女眷，这府上除了老夫人，身份高贵的也就只有……好啊，是你，定是你！哎呀，我们顾家家门不幸呐，娶了你这么个丧门星！这分明是置我们顾家于死地呀！江宁，你还不快快写休书给他？这样德行的女子，怎配做我顾家的主母啊？李大人，可是我亲自到府上去请的，我又怎么会认不出他，将他赶出去呢？哼，那是因为你早有预谋。若合力不成，你便得罪李大人，要毁掉我的仕途，你真是歹毒至极。我歹毒？我自从嫁入你们将军府，一心为了府上操持，敢问我可有半分不尽心的地方？府内的一应支出，全都是从我嫁妆里扣的，而你们呢？你们对我可曾有过半分真心？反而用尽计谋，要将这个外世子过继到我的名下。现在事情败露了，又要给我扣什么妻出之罪？你们不过是想霸占我的嫁妆，要休妻罢了。我看你们顾家才是真正的歹毒至极。你既嫁入我顾家，便是顾家的人，你的财物便是顾家的财物。我原本心软，想着准你和离，放你一条生路，可你却故意得罪李大人，阻碍将军的仕途。你的恶行，别说是7出，就是17出也写不下，根本就不配做这将军府的当家主母。休妻那都是便宜了你。我呸！这么个肮脏的破烂地儿，我女儿还瞧不上呢。母亲，李大人，久仰尚书大人威名。顾将军呐，听闻将军要休妻呀，只因为夫人得罪了本官的缘故。这臭乞丐竟然是李大人！你怎么了？没事，雪是刚刚落入湖中，有些着凉了。哎呀，李大人，您都瞧见了，都是因为这个蠢妇惹恼了您，并非将军的过错呀。日后我们顾家定当登门赔罪，切不可因为这个蠢毒妇坏了我们两家的关系。可得罪本官的并非是余家千金呐。什么？李大人，若不是他，您是否记错了？得罪您的恐怕不是我们府上的女眷吧？本官是万万不会记错的。当时这位女眷虽然蒙着面，但是呢，她口口声声说是将军府的人，
而且还说自己是多么多么的尊贵。本官记得这位女眷穿着甚是艳俗，而且她现在就在这里，就是她。顾将军，这妇人和你是什么关系啊？还不跪下！贱妇，给我跪下！这顾家庙大，本官可经不起他这一跪。李大人，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我定叫人重重惩罚这个女人。赶紧给李大人赔罪！李大人饶命！是小小有眼无珠，李大人饶命！饶命！李大人，既然是误会，下官在朝廷之上，可希望大人照看。下官与大人之间，万万不能因为这个蠢妇而牺牲间隙啊！不用多说了，顾将军，以后您还是好自为之。李大人，于夫人呐，令千金真是温婉聪慧，何必在这个地方受委屈呢？多谢李大人，今日若不是在门口遇见您，怕是我女儿又要蒙上不白之冤了。及时止损，为时不晚。好了，言尽于此，告辞。大人走好。李大人，母亲。好一个高门大户，武将世家，我女儿又要养外世子，又要长家，你们一个个里应外合，口口声声要休妻，哼，却是为了这么个小贱蹄子。事已至此，不必多说。顾江宁，写和离书吧，我们两家好聚好散。母亲，不要叫我母亲。想当年我父亲冒着九死一生，从尸山血海将你们顾家老将军救了回来，成全你们顾家的荣光。如今顾老将军不在了，你这个不孝子孙却要休妻，真是大逆不道！是你女儿犯七出在先，怪不得我儿休妻。七出？哪儿七出？你说我女儿不孝顺长辈，就你这个胡搅蛮缠的毒妇，不孝顺也罢。膝下无子，那是你儿子没用，你什么？哼，何至于多费口舌？我方才在门外听了半天，你们这群人一个个轮着法儿的往我女儿身上泼脏水，我女儿没辩解半点，倒是你们一个个赤口毒舌，怎么要把我女儿吃了不成？但今日之事确实是惊堂，有错在先。我呸！你个骗婚的王八羔子，自古以来先娶妻再纳妾，你这个王八羔子倒好，先有外室再骗婚。哼，还有你这个毒妇，先是帮着外室冒充远房表妻，再将外室子过继到我女儿名下，顺理成章的成了嫡子。你们这些人，这如意算盘打得可真好啊！啊！娶妻之前就有了外室，我怎么不知道啊？你竟然为了一个外室和外室子，把正妻逼到如此地步！母亲，今天我当着二位耆老的面，把话放在这儿。女儿，我今天带回去，3天以后，要么顾江宁带着和离书来我府上，要么我女儿休夫。我女儿休夫！你休夫！女儿，我们走。嗯。哼！呸！哼！奇耻大辱，真的是奇耻大辱！没想到我们顾家出现你这个不要脸的孽种，丢人！丢人啊！我们顾家向来家风严正，你竟然纵容这个孽障养外室，宠妾灭妻，你有何颜面面对我3弟的在天之灵？罢了，以后还是不要再来往了好。大哥，走。
哼！他大伯二伯，哎呀，反了，真是反了！我堂堂将军府竟被一个商户出身的泼妇闹翻了天，可悲呀！母亲莫气，那于清堂对我是一片痴情。此番大闹不过是做做样子，为了吸引我的注意罢了。不出3日，他定会带着金银店铺重新回来，跪求我不要休了他。可李大人那边如何是好啊？得罪李大人又如何？等儿子我再立战功，官居一品，让他平起平坐，这番羞辱我定会100倍奉还。只是那于清堂离开了，这府中主母的位置空缺，怕是要劳烦母亲大人。走便走了，我儿堂堂3品大将军，配公主都绰绰有余，难道还愁娶不到贤妻？表哥，我下贱的蠢货，蠢到升天呐！你得罪了李大人，还敢攀扯于清堂，想要名分，门都没有！将军，都是角角的错，角角愿在祠堂长跪受罚，求将军不要迁怒于长儿。将军还敢提长儿？从今天起，不准再提自己是长儿的生母。要跪，滚到外边跪去，别脏了我顾家老祖宗的屋子。于清堂，你这个贱人，总有一天我要吃你的肉，扒你的皮，喝你的血。堂儿坐，亏得点翠来得及时，不然不知道你还要受多大的委屈呢。母亲，堂儿让你担心了。傻孩子，净说傻话。都回到家了，还这么拘束，你就安心的在家住着。我看那顾家还能生出什么幺蛾子来？堂儿，娘还想再问你一句，你可真的想好要和离了吗？母亲，堂儿前几日做了一个很可怕的噩梦，梦里我为顾府操持了20年，最后却落得一个家破人亡的下场。如今好不容易噩梦醒来，我不想再读20年。看今日他们的嘴脸，你的梦不无道理。你就宽心的在家住下。不过娘担心这世道对女子不公平，虽说是和离，可难免日后会有人指指点点，娘怕你心里不好受啊。世道不公，我就偏要这世道逆转。我要让世人都知道，女子不必依靠男子生存。若是所嫁非人，我们也不必逆来顺受。母亲，儿子一定用功读书，做个有出息、有德行的男子，将来给母亲养老。母凭子贵，儿子定不会叫母亲被人另眼相待。来，快起来！我一看到你就亲切，难怪你娘对你那么上心，走的时候啥都没带，就带了你。以后啊，你就是我们于家的孩子，我会请最好的夫子来教你。多谢外祖母，多谢母亲。哎呀，来，让外祖母好好看看。哎呦，真是个孝顺的孩子。母亲，泽儿乖巧懂事，功课呢也是极好，相信不久的将来啊，就可以参加乡试呢。哎，母亲，今日怎么不见父亲在家啊？你父亲还在宫中陪圣上说话呢。哎呀，母亲孩儿想吃你做的烧鹅了。好好好，娘这就给你去做啊，等着啊。哎呀，这才是家的感觉吧。哎呦，疼死我了！快把我的药拿来呀！快呀！老夫人，最后一副药已经用完了。用完了？快再
快去找于清堂那小蹄子宋先来呀！老夫人，夫人已经不在府上了，您怎么又忘了？母亲，您这是怎么了？哎呀，老夫人头风又犯了，还是我儿心疼我，哎呀，知道来看我。母亲，嬛嬛正怀身孕，十分喜静，您整日哀嚎，她觉都睡不好。哎，好你个不孝子，竟然为了那个小贱人！莲儿啊，把老夫人扶下床，到街上去找大夫。那便去找同仁堂的季大夫。玉清堂说药都是在他那拿的。好，儿子这便为您去同仁堂取药。看病还是抓药？我找季大夫，我母亲头风发作，一直找你们季大夫拿药。没有方子？没有。那对不住了，我们季大夫得看到病人才能开方拿药，只能劳烦您老夫人亲自来一趟了。小姐，顾佳宁果然去请药了。想必啊，他那边的药也是不够吃了。同仁堂那边呢，也一定会让顾老夫人亲自去取的。那岂不是又有好戏看啊？谁呀？叫你们季大夫出来，就说将军府的顾老夫人来拿药。原来是将军府的人。我们季大夫说，药是给人治的，不是给白眼狼治的。你们顾家宠妾灭妻，欺负于姑娘，就算有人病死，我们季大夫也不会看一眼。好啊，原来你们早就串通好了，就是故意想要我老太婆病死，好看我的笑话。天叫你们不如意！哼！哎呀，大家快来看呐，我的好儿媳妇儿啊！哎呀，虐待我这个婆婆，不给我看病呢！虐待婆婆？这哪家女子啊，这么恶毒？我儿媳就是城南的于清堂。哎呦，我的命好苦啊！于家，那可是名门大家呀。这于小姐我可听说温婉恭顺，十分贤惠，还没事老接济穷人呢。怎么可能如你说的这般？就是，你这老太太怎么可能空口白牙的撒泼走了？我说的有假，天打五雷轰！于清堂他得罪了李大人，害得我儿仕途尽毁，害得我病入膏肓啊！他还勾结同仁堂的大夫，给我儿戴绿帽子啊！你这老妇满口胡言！我们季大夫是女子，与于姑娘是手帕交，你竟然污言秽语，辱人清白！什么？女的？你们顾家宠妾灭妻，门风不正，你这老夫嘴毒心黑，还想来我们同仁堂拿药，早日见阎王去吧！哎呦，大家快来看看呐，这就是济世救人的大夫，还说是女的，分明就是帮着那个荡妇撒谎骗人呐！哎呀，母亲，你这是做什么？大家瞧，这就是那个不孝的儿媳妇儿啊！老夫人，您别哭了，再哭就哭坏身子了。大家瞧瞧，瞧瞧她穿的花枝招展的，这分明就是出来私会外男呐！可怜我儿，堂堂大将军，竟要被这个毒妇戴绿帽子呀！哎呀，母亲，我如果做错了什么，你打我骂我都可以，但是你怎么能在这大街上辱我名声呢？你这样，你让我怎么活？这于家小姐温婉恭顺，怎么可能如她口中的无耻之人？就是，我看这老夫人啊，面相刻薄，言语歹毒，可怜的于小姐竟然当街下跪，
还哭得如此伤心，定是受了天大的委屈。父亲，我知道，你赶我出将军府是为了让我给夫君和表妹腾个位置，好，我可以腾，我可以走。可是母亲，我没想到你竟是因为怀疑我私会万难，怀疑我给将军戴绿帽子，这种事情儿媳是万万做不出来的呀！太欺负人了！母亲，你实在不信我。那我就以死证明我的清白。小姐，你可千万不要想不开啊！为了这一家子黑心的，你不值得丢性命啊！你这是干什么？你简直满口胡言！我何时说过将军和他表妹的婚事啊？什么表妹？那根本就是将军养的外室。我们家小姐在嫁进将军府之前，将军就已经有了外室。什么？这还未成婚，妾室便进门了？这不是骗婚吗？你们为了我家小姐的嫁妆，骗我家小姐嫁入将军府。这3年，我家小姐兢兢业业，上下操持，这都城谁不知道？我家小姐贤良淑德，偏偏你们顾家这帮黑心的，不但不领情，还将那外世子过继到我家小姐名下。你们这是打的什么好算盘呀？这将外世子过继给正妻当嫡长子，这不是太歹毒了吧？你这个下贱坯子！我们主人说话，你配得上插嘴吗？今天我就替你的主子好好教育你，我就替你主人好好教育你。小姐，母亲，你这是想一巴掌打散我们的婆媳情分吗？你这个毒妇，你是在演戏呀！到底是谁在演戏？明眼人一看便知。婆婆当街整蛊儿媳，这简直太不是人了！自己做尽恶事，还来这街上招摇，又对于姑娘倒打一耙。你以为我们都是傻子？滚回你的将军府！滚吧滚吧！少在这里丢人现眼！快滚！滚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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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姑娘，我刚才去于府找你，管事的说你不在，没想到竟在这儿遇到你。你的脸是怎么了？是顾家欺人太甚，亏得我家姑娘还想着这老婆子要快用尽了，想来季大夫这儿取一些带回将军府，却没想到刚到同仁堂门口就被这老婆子追着打。青天白日，既然有这样的事，难道将军府就可以目无王法了吗？想当初顾老将军在的时候，是多么和善亲民，为都城百姓做了多少好事。反观现在的顾小将军，不但宠妾灭妻，不知羞耻，竟还纵容自己的当家主母当街打人。亏了我师父早有预料。什么？我师父早就预料到顾家会忘恩负义，所以我师父此番已经云游出门，为的就是躲避着顾家的骚扰。我师父说了，像顾家这般的，他就算是病死，他也不会看一眼。好，不愧是同仁堂的神医，果然有气节。我是菜市场卖鱼的，以后我的鱼不卖给你们顾家。我是棺材铺的，就算是顾家死了人，我也不会给你们做一个棺材。太坏了！不卖可是大将军，要叫我儿诛了你们九族！来人，来人！老夫人，快扶老夫人回府上！老夫哼，人，快！于姑娘莫要生气，这是我师父临行前潜心研制的十全大补丸，特地托我带给你。替我多谢季姑娘。我还有事儿，便不与姑娘多言了。点翠，我们走。快来人呀！老夫人晕倒了！慌什么？老夫人怎么了？老夫人！啊，母亲！老夫人！母亲，怎么回事？喊大夫呀！同仁堂大夫请不来。那就喊别家的。母亲。大夫，我母亲的病如何？老夫人已经是病入膏肓，毒入骨髓，我不过一个小小的郎中，实在是无能为力。什么叫病入膏肓，毒入骨髓？你的意思是说，有人给我母亲下毒不成？病为心病，毒为心毒，并非寻常医药所能医治。将军，另寻高人吧。
这可怎么办才好？并非寻常药可医，那便是灵丹妙药了。哪有什么灵丹妙药，不过都是书里哄人的罢了。都这个时候了，你只管养好你的胎就行，还在这里给将军添乱。将军，我并非添乱。老夫人病重，我只是不想让将军因为此事伤神罢了。老夫人病了都挡不住你这狐媚样子是吧？既然真的有灵丹妙药，那你倒是去取啊。灵丹妙药在于清堂手。什么？于清堂？对，于清堂的确有仙丹。我方才听季大夫的徒弟说，季大夫给了于清堂仙丹，叫什么十全大补丹。十全大补丹，那可是传说中的灵丹妙药。将军，你只要去趟于府，我先就有救了。我不去。将军已经下定决心休了于清堂，怎么可能再屈尊降贵去于家求他？倒是你啊，我看你曾经也是于清堂的丫鬟吧？不如你挺着这肚子去于家走一遭，说不定啊，他还会顾及旧情，把药给妹妹呢。啊，既然如此，我便替将军走这一趟。你身子不便，本将军怎么会忍心让你去求丹？为了将军，华儿赴汤蹈火也心甘情愿。只是于小姐能把这药给我，并不是念在主仆情谊上，是因为我这肚子里的孩子是将军的血儿，可怜我。而且于小姐心里还是倾慕着将军。母亲，儿子为您求仙丹去。你敢拦我？将军若是要硬闯，便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哼！于清堂，那便是你出来见本将军。将军，你今日前来，究竟所为何事啊？这女人果真如嬛嬛所说，依旧倾慕于本将军，竟然玩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我看你还能坚持多久？我听闻你这里有一种叫十全大补丹的丹药，速速拿来给本将军。将军，这十全大补丸乃是灵丹妙药，价值不菲，您张口就要，未免也太不要脸了些吧？你好，您要呢也可以，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只要你能够把丹药送出来，我可以不计前嫌，让你重新回到将军府。我的条件就是拿和离书来换。什么？不仅如此，我还要拿回我的全部嫁妆和我这些年在将军府为将军府所做出的一切开销，你全都要一笔一笔的还给我。来人，这两个单子，左手这份是我的嫁妆清单，而右边这份则是我这些年来在顾府为你们做出的一切开销。你大可拿回将军府，与你府中账房一一核对。这嫁妆我认了，这开销为何这么多？花女人钱啊，简直不要脸！哼，还大将军，我看连那青楼男子都不如。这便是那宠妾灭妻的负心汉。我若是他，干脆找个茅坑把自己浸死。对，还有脸来人家府门口闹事儿？我呸！于清堂，就算花销真有这么多，这些钱都是用来置办家用。你在府中住这么多年，这些也有你用的一部分，怎么能够从刚开始置办时的钱来算呢？更何况本将军虽是三品大将军，平日里两袖清风，未曾收受任何贿赂。每个月的俸禄你也都知道，我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那将军既然没钱，我可就把我所有的东西全部搬走。不过是些不值钱的旧东西罢了，搬走也罢。好，我签下和离书。点催。是。丹药。
哼！母亲感觉好些了。不愧是我儿，竟能寻来灵丹妙药。看来于姐姐心里还是有将军的。母亲，你有所不知啊，那于清堂表面上装作一副清高的样子，我只说了一句考虑他入府，他直接欣喜若狂，迫不及待的双手将丹药奉上来给我。终究是个低贱的商贾之女，他怎肯轻易舍弃这将军府主母之命？只不过他在街上大闹一场，丢尽了我们将军府的脸面。若是他回来了，必定给他好好教训一番，让他重新明白该如何做一个贤良淑德的妇人。将军，老夫人，于清堂带着一帮下人回来了。母亲，看到了吧？果然如我所说，看来于清堂这次回来，定是为我府上置办了不少新的这个丫鬟家仆。慢着，你且先不要出去给他好脸色。燕儿扶我出去看看。见到人给我按地上狠狠掌嘴，直打到他长记性为止。哎，西屋那些古董花瓶，还有东边那几个鎏金屏风，快！别搬了，住手啊！哎呦，这哪里来的强盗啊！别搬了！强盗？这些东西可都是我家姑娘用真金白银买来的。你反了你们了！这可是将军府，你这是明抢！这镯子好像也是我家小姐赏你，虽然不值什么钱，但也能给我家小姐听个声响。于清堂，你在干什么？都给我住手！那些花还有那些树，都是你当时来的时候移植过来的，现在搬不走怎么办呢？既搬不走，花摘了，树也都砍了吧。儿子，快叫他们住手！住手啊！住什么手啊，将军，这里可是有你亲手画的押签的字，白纸黑字的，说明我可以拿走所有将军府属于我的东西。怎的，将军如今想耍赖不成？哎呀，不可不可，不！母亲，母亲！老夫人，老夫人！姑母，姑母，你没事吧？于清堂，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你偏偏要气死我姑母不成？表妹这话说的蹊跷，母亲可是自己晕倒的，与我何干呢？清堂，要是我母亲有个三长两短，我定不会轻饶你。圣旨到！圣上口谕：西南边关战事多发，传常威将军顾江宁即刻进攻面圣，3日之后出征西南边关，赏黄金100两。臣遵旨。我儿又要立战功了！哎呀，于清堂，你可听清楚了，我儿就要进攻面圣，3日后就要前往西南征战，再回来就不是三品将军那么简单了。于清堂，你今日做事决绝，来日必有你后悔之时。母亲，我看你耳朵上这对耳环倒是很眼熟。罢了，送与母亲便是。点翠，回府。于清堂，待本将军立功归来之日，便是你后悔之时。上一世西南战事凶险，若不是我于家保他后方粮草充足，派出私兵相助，这顾江宁怕是性命都难保。这一世我倒要看看，没了于家的鼎力相助，你如何立下战功。母亲，我要立角角为贵妾。将军，怎的如此着急？等你得胜归朝，再做打算也不迟啊。母亲，你且看，如今府中上下
被于清汤搅的是一团糟。嬛嬛身怀有孕，不宜操劳，之所以将皎皎列为贵妾，是因为希望她能够学习管家之事，今后府中上下由你打理，缺什么就重新置办。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辜负本将军。将军，啊，夫君，你且放心的去吧，妾身一定不负所托，等将军得胜归朝。好，替我照顾好母亲，还有嬛嬛，我即刻进宫面圣。熬出头了，我终于熬出头了！还不把这些黄金放入库中？是。黄金100两，就连于姐姐给我这个镯子都买不起。掌柜的，给我全部折算成现银。师傅，您来了。这些天多谢你替我照顾药铺，陪我演戏，辛苦了。不辛苦，倒是师傅为了顾家那老妇点灯熬油的，潜心研制各种方子，那真是头老白眼了。不过看他面相，应该病入膏肓，命不久矣了。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就是那样坏透了的人，死了也活该。这一世还长，上辈子顾家亏欠我的一切，我会一点一点找回来。这100两黄金也没多少，这才置办了几样东西，转眼就只剩下几十两。奴婢以为，不如用这几十两银子换个铺子，这样便可以钱生钱了。怎么跟个姓于的一样，满身伤骨的下贱气！二姨娘，老夫人叫您过去。知道了。母亲，母亲，你为何要打我母亲？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你自己瞧瞧，这根本就不是上等的血燕。如今你掌家，你怎敢把这种下等货端到我屋子里来啊？哼！不光如此，就连平日的吃食也缺少荤腥。从前于清堂在时，我桌上必有8菜1汤，你如今安的什么心？你难不成是想委屈我不成？母亲，儿媳实在是冤枉的。这偌大的将军府早就被于清堂给搬空了，这100两黄金实在不够开销，儿媳只能顾全大局，儿媳没有办法呀。姐姐识大体，姐姐顾全局，可是我肚子里面的孩子，他做了什么要受这种委屈？我可以受委屈，可我肚子里面的孩子是将军的血脉，怎么能跟我一起受委屈呢？我几时亏待过你了？这府里的吃食都是捡好的先送到你屋里，你如今居然还有脸当着老夫人的面在这边哭哭啼啼、惺惺作态，真是个愚昧的下贱妇！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全是勾引将军得来的，真是个孽种！就算这个孩子出生，那他也永远只是一个下等的庶子，与我的长儿永远天差地别。你曾经也是个外室，你的外室子凭什么就比我家孩子高贵了？你这个贱人，我打死你！嬛嬛，怎么回事？不是我，是他自己摔的，不是我。哎呀，姐，救救我！救救我的孩子！小大夫，救救我们的孩子！将军，此次流产不仅是摔倒冲撞的原因，更多的是母体营养不良，
导致胎儿本身就羸弱，所以更容易流产。将军，此次流掉的是个男胎。哎，我的孙儿还没出世就夭折呀，这是我们顾家上辈子造的孽。将军，我们的孩子，可怜他还没有见到他的爹爹娘亲，就死于腹中了。黄昏今日的饮食是谁照看的？将军，这府上的余钱本来就不多了，母亲还要养身体，妾身想着妹妹少吃几碗燕窝也不会有什么。打得好，贱货就该打，害得我孙儿没了，还敢攀扯我，也从为人母，为何如此狠心，害了我腹中的孩子？为什么？将军，臣妾百口不辩。你贱妇！本将军不想听你这狡辩。来人，把他拖到祠堂，跪着撕光！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带出来。母亲，放开！婵儿，爹，您就饶了母亲吧。母亲近几日整日操劳，吃不好睡不好，您就看在孩儿的面子上，饶了母亲这一次吧。婵儿，婵儿，本将军不罚你，难解嬛嬛失子之痛。你且跪到本将军出征之后再出来，抄写佛母经100遍，送去庙里烧了，替着胎儿超度赎罪。妾身谢将军宽恕。你且将剩下的黄金交给嬛嬛，从今往后由嬛嬛掌家。是。今日你便好好安抚安抚他吧。唉，将军，妾身无能，没能为你保住此死。没事，你放心，咱们还会有别的孩子的。想让我在这儿坐以待毙，做梦！那个狐妹子如今身子不干净，不能服侍将军。等我拿到这合欢酒，将军必会对我动情。到时候这掌家之权照样是我木角角的。哼！将军，我在这儿。小妖精，若是让本君逮到，一定不会轻饶你们。来呀，来呀，来这儿呀！妹妹们，照顾好将军。将军出征前怀上子嗣，便是你们的福气了。我的嬛嬛还真是温柔贤惠识大体啊！本将军没有瞧错人。等姐姐身体好些了，再与妹妹们和将军共享极乐。站住！你怎么在这？你不是被将军罚跪祠堂了吗？好你个贱妇，为自己爬不了床，便在府中给将军招妓室，你简直恶毒透了你！你被将军罚跪祠堂，竟敢擅自逃离！来人，把他带回祠堂，罚跪3个月。松开我！你这个贱妾，你凭什么处置我？将军，将军！你以为将军现在还想看你这张脸吗？贱人，带下去！贱人，贱人！把手脚绑起来，将军，省得再逃。我要见将军，将军，将军！将军出征，按律所有百姓都必须出门迎接。大胆庶民见到将军，为何不行礼参拜？于清堂，本将军出征在即，特来见你，便是念及旧情，想再给你一次机会，特许你重回将军府。待本将军凯旋归来，你再后悔，那便是马前泼水，覆水难收了。顾大将军，怎的？圣上刚赐给你200两黄金，这么快就花光了？又想来我于府骗婚，让我用嫁妆去补贴你那徒有虚表的将军府吗？你
简直不可理喻。商贾之女有几个臭钱罢了，和离说起来好听，等你真的踏出将军府的那一步起，你这副低微弃妇之躯，有哪家会要啊？是吗？于夫人，于姑娘，大胆！你是何人？没见将军在此绣花吗？朝中将军众多，我家丞相一时也记得不全了。你住嘴！既是丞相府的家仆，不知来于府所谓何事啊？不知是否是于府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丞相？我家丞相夫人下月初1将在府中举办品茗会，特聘小的前来给于姑娘送请帖。什么？替我转告丞相夫人，清堂一定参加。这于家一介商贾，不知是何时，竟然有了丞相夫人这层关系。于清堂，不要以为你搭上了丞相夫人的关系，你就可以逆天改命。就算你穿的花枝招展，前去品茗会，以你这副弃妇之躯，也无人会要。是吗？于姑娘，于姑娘，于姑娘，受夫人之托，替二公子求娶于姑娘。于姑娘，我是郡主府的，替我家小姑爷求娶于姑娘。来来来，进府里坐。于姑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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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慢，诸位，清堂目前只想承欢膝下，常伴父母左右，并无在家打算。诸位请回。哎，于姑娘，你再考虑啊！于姑娘，再考虑一下吧。于姑娘，简直不堪入目！众将听令，出城。哎。母亲，喝点茶吧。自己喝吧。燕儿，来。大公子，二姨娘。燕儿，方才离去的是何人？那是丞相府的小厮，来给老夫人送请帖，说下个月丞相夫人要在府里办品茗会。品茗会，你先下去吧。长儿，此次的品茗会，你务必叫你祖母带你一同前去。什么品茗会啊？听着就一股子文人酸气，儿臣不愿去。你糊涂吗？丞相大人妻妾众多，府中未出阁的千金更是有10几位，到时候让你祖母为你好好挑上一位，也好为将来之事早做打算。还是母亲想得周到。母亲，您喝茶，儿子这就去请祖母。去吧。跟我斗！你怎么会在这里？我来这儿，自然是来参加品茗会了。你一介商贾之女，根本不配登丞相府。我猜你根本不知道这品茗会必须有请帖才能参加的吧？像你这种下贱低微的身份，是断不会受到邀请的。请帖自然是有的。于姑娘，请入内。等等，丞相府是何等的高贵，请帖怎会下到你们商贾之家？我看这颜色也不对，八成是假的吧？李清堂，你刚和我儿和离，就妄图混进丞相府，勾引丞相公子，你可真是厚颜无耻！祖母，你话呢？不许进！好啊，于清堂，原来你费尽心思硬闯丞相府，是为了私会这些府里的家仆，真是淫贱无耻！这偌大的都城，走到哪里都有你的姘头。顾老夫人，您在大街上胡言乱语也就罢了，这可是丞相府门口，你休得胡言。祖母没有胡言乱语，是你先跟这个小子眉来眼去。哪里来的顽劣小子，如此没家教？本公子将军府嫡长子，
你就是丞相府里下贱的仆人，也配和我将军府的嫡子说话？下贱家仆，你可知道他是谁？我劝你们最好谨言慎行。衣衫不整，满身脏污，难不成还是丞相府的公子？好一个以貌取人的刁妇，怪不得城里说你们将军府个个卑劣无耻。今日一见，本公子果真是开了眼界。你什么身份啊，就敢自称公子？要是让你家主子知道了，非把你扔出去打死不可。我是丞相府三公子，这府上还没有人能管得了我。真是天大的笑话，还敢冒充丞相府的三公子！我这边找府里的人问问，看看你到底是真是假。你只管问便是。哼，站住！老夫人，有人冒充你府里的三公子，你是在这府里做事的人，肯定认识公子千金。你来看看，他到底是真是假？他呀，他不是三公子，我也从没见过这个人。你是哪个院子的下人？竟然连本公子都不认？我就是三公子院里的小厮，我们三公子华贵无双。你这肮脏匹夫，你也敢冒充三公子？玉清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你可真是下贱，竟带着个不入流的姘头冒充三公子，擅闯丞相府，就是罪该万死！还不快叫人来把这对奸夫淫妇拖出去发落了，免得丞相夫人来了迁怒于你。哎，快来人呐！这里有人冒充三公子，企图不轨啊！何人在此闹事？林老夫人，老夫人，就是这两人拿着假请帖，还冒充我们三公子。小人正在给老夫人发落他们俩呢。大胆狗奴才，瞎了你的狗眼！老夫人，您这是何意啊？母亲，儿子今日外出打猎回来，几只将猎得的野物献于母亲，便没有及时更衣，却不料被人百般折辱，竟还连累了于姑娘。什么？这真是三公子啊！你这声三公子，我可受不起。你不是信誓旦旦说本公子是于姑娘的姘头吗？什么？竟有如此骇人听闻之事？就算他是三公子，那他的请帖也是假的，因为他跟我们祖母不一样。那是因为我们老夫人下令，请帖分为上下二等，于姑娘的请帖为上等，所以入天席。你的是下等，只能做弟媳。什么？一个商贾之女的席位，比我们将军府还高？你们将军府不过一介武夫，在我们丞相府眼里，倒还不如上古高贵。一早我就听说将军府近日不安，我还不相信。今日一见，倒是让我高看你们了。你们连我府的地帖都不配拿。来人，把这两个为老不尊、为幼不敬的东西轰出去！常威将军西南守寨告捷！常威将军西南守寨告捷！这街上喊的是不是你父亲的消息啊？祖母，是我父亲，首战告捷。顾将军首战告捷，这边又要记军功了，恭喜顾老夫人！恭喜啊，恭喜啊，顾老夫人！林老夫人，不知我是否还有资格参加这品茗会呀？哼，自便吧。于清堂，待到将军得胜归朝时，等着看你的好戏。哼，好戏？我看这顾府日后的好戏呀，那是要一出接着一出。偶尔之喜，稍纵即逝，如此便命不久矣。如今我军已拿下3座城池，军中气势如虹。今日，本将军将率领亲兵乘胜追击，势必10日之内，将死守的灵书关一举拿下。报！将军，不好了！我军粮草遭到突袭，所有粮草被尽数烧毁，所剩无几。什么？还剩多少？能有几日？剩下的
最多3日。3日，3日。照常出兵。将军3思。如今两军鏖战已久，我们所剩的时间原不多，3日便3日，照常出兵。是。站住！你是谁？在下常威将军顾府2少爷顾守则，偶然经过此地，叨扰姑娘，在下还有事，先行一步。哎，我让你走了吗？男女授受不亲，姑娘，在下真的有事，先行一步。还真是个木头人，也不知道是怎么考的乡试第一。我看啊，就是一个会死读书的呆子。这个该死的野种，居然敢先我一步跟丞相府的千金勾搭上了，一个狗头马脸的东西也配跟我争？你去给我把树上的风筝取下来，你去给我拿一点糕点。林姑娘，在下常为将军顾府嫡子顾千斩，特来问林姑娘安。顾千斩，你就是刚刚那个呆子的哥哥？刚才那个不过是将军府的养子，上不了台面，更不配跟本公子相比。哦，与我又有何干？男女授受不亲，顾公子要是没有事的话，本姑娘就先走了。哎，你要干什么？今日来找林姑娘，是想跟林姑娘说，本公子看上了。回去后呢，便准备下聘求娶。你家父才官居3品，我父亲官居正1品，你有何功绩？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顾守则是乡试的第1名，而你呢，是乡试的第几名呀？那又怎么样？我乃将军府嫡子，以后是要继承将军府的。谁人不知，如今常威将军府并无所出，你又毫无优点，还嫡子，还要娶本姑娘，也不知道是谁给你的狗胆子！杂碎，给我滚远点，不要碍了本姑娘的眼！你放开！这里是丞相府，你要反了天吗？告诉你，本公子现在看上你了，今日你不从也得从。住手！冒犯了林姑娘。你个畜生竟然敢打我，看我不打死你！大哥，今日品茗宴，不要乱了分寸。大哥，今日品茗宴，不要乱了分寸。你是个什么东西，竟然敢管我！我告诉你，回去之后，我非要让父亲把你打得皮开肉绽。竟有如此狂徒，光天化日之下竟然如此无礼！来人，来人！大胆，放开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哎呀，放开我！松开呀！祖母，你们丞相府就是如此家风吗？众目睽睽之下公然欺负我家公子，当是我们顾家的人全死了吗？你个老东西，竟敢跑到我们家来耍威风！你教养的什么东西，简直就是下流的狂妄之徒！他竟敢到我们府上对我孙女行不轨之事！许是孩子嘛，胡闹，手上没个轻重。老姐姐，总不好把他扔在地上，一会儿传出去，名声也不好听啊！呸！谁是你的姐姐？本应该参加科考的年龄，哼！以为他懂事了，没想到竟做出这种下流之事，还想让我给他脸面。如此行径，就算是杀了他也不为过。我家公子一向规矩，谁敢说不是你家丫头勾搭你？朗朗乾坤，你这老畜生竟然颠倒黑白，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本想给你们脸面，既如此，怕就算了。来人，对，报官。报官？
我看你家千金的名声不想要了吧？不要便不要了。我们林家金尊玉贵的丫头，受不得半点委屈。至于名声，明眼人都看得清楚谁不要脸。哼，来人，把这个千刀万剐的下流货送去大理寺。把这个千刀万剐的下流货送去大理寺。哼！祖母救我！不可呀！怎么，你想抵赖？哎呀，都是孩子不懂事，真是不是也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吗？好姐姐，卖我个老脸，这事儿算了吧。早干嘛去了？今天这事儿啊，了不了。好姐姐，这孩子可是我们顾家的命根子呀，不可呀！看在我们老顾当年对你们林家颇有照顾的份上，好姐姐，我给你跪下了。祖母，你就饶了这不懂事的孩子吧。我可受不起你这大人。你起来，只要你饶了他，我保证令千金的名声不会受到半点损坏。那个狗东西，我带回去好好严加管教。明天我就带着金银财宝来给你赔礼道歉。好姐姐，看在往昔的情分上，你就饶了他吧。也，不过你要发誓，他以后不管在任何场合碰到我孙女，都要离10丈远。再有下次，哼，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了。是，绝不会有下次啊！哼，祖母，站住！今日之事与你脱不了干系，别以为你进了余家就高枕无忧了。你是我顾家的血脉，你且等着。祖母若是无事，孙儿便走。站住！我许你走了吗？啊！竟然跟于清堂那个娼妇一模一样啊！老夫人，前线来信了，将军有消息了。将军来信。将军在外出征，竟写信回家要钱补充粮饷。将军府已经是个空架子，哪来这么多钱啊？圣上不是刚赏了100两黄金吗？这么快就用完了？偌大的将军府，这么多人吃住，顾巧巧那个不中用，哪管得了这么多呀？就算是100两黄金也不行啊！这信呢，是送到你手上，怎么处理？你自己想好。如果不是家里有人病重，我犯得着跟他们一家子虚伪仪吗？姐姐，我实在是忍不了，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顾江宁要真是立了张功可怎么办？他立不了功，他没有大将之才，不过是仗着年轻，空有一身力气。这年头啊，只有利无用。清堂，你说我儿怎么还不回来呀？不是击败了敌军，立功了吗？怎么会如此呀？母亲，你先别着急。将军他是因为骄兵被敌人迷了眼，中了圈套，损失惨重。幸好叫人送信回来，我当时马上就包了10万两黄金送过去，补给了粮草，不然怕是天塌大祸。如今进宫面圣，想是免不了问责和拷问。我已经连夜写信给父亲，让他进宫说情去了。你等谁？你倒是会揽功，一个内宅女子，
沙场上的事也是你可以指挥的。至于你父亲进宫，那是应该的。他一个商贾之人，偶尔得了圣言，那必得对我儿多有助力才行。母亲说的是。将军回来了。母亲。哎呀，儿子，你终于回来了。将军，圣上责罚你了吗？本来要罚的，还要销官。圣上念在我及时补过，还有岳父求情的份上，这才不赏不罚。啊，青堂，多谢您。将军，你这是哪里的话呀？你我是夫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要将军你人没事就好。哎，儿子，这一世没有我的帮助，没有我母家的助力，顾江宁，你又将闯下多大的祸事呢？也不知道将军府的一切够不够填你愚蠢的窟窿。西南去吧，西南去吧！大夫，我的儿啊！将军的腿怕是不成了。什么不成了？我儿子是将军，怎能没有腿？定是你胡说！哎呀，不可能，不可能！你是不是没有给我儿用最好的药啊？我儿子可是3品常威将军，那可是要封爵的，你敢敷衍？听说再多也没有用，将军的腿，这筋骨已经被马蹄踩碎了，根本接不上。老夫尽了全力才保将军一条命，实属不易。老夫人，您别再为难我了。大夫，大夫，爹，爹，爹！将军，母亲，哭哭哭，你就会哭，这个家都快被你哭散了。黄欢的孩子没有了，婵儿也被你这个没见识的给养废了。要不是你，我儿又为何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受这个罪呀？都住嘴！儿啊，如今你这般模样，打了败仗，皇上不会怪罪吧？我问你，当初我写信给你，让你拿钱换粮，你为何不肯？粮草不足，怎么要家里补贴？你这账完了，都完了，将军府都完了！你胡说什么呀？我中了敌方的奸计，粮草被烧，我恋战，穷追之下，伤亡惨重。若是有粮草补给，或许还能够挽救。如今，怕是要被圣上责罚。说，你为什么不给钱？我不知道，我以为这粮草军中都会补给的，谁能想到是这样。现在家里面已经没钱了，这偌大的将军府现在就是一个空壳子。上次将军赏赐的100两黄金，如今也只剩下10两。你告诉我这点钱能够做什么？没钱，没钱，你想办法呀！要你何用？你还真是不如于清堂呀！起码他掌家的时候，将军府没出过什么差错呀。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凭什么我处处不如他？他于清堂命比我好，他命比我好，难道也是我的错？怕是要父亲早年间浴血战场的战绩全部赔回去。
我如今又成了个废人，我活着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义啊？我苦命的儿啊！都是你这个丧门星！别打了，住手！你还敢推我？燕儿，把他给我拖下去，狠狠的打！是，来人！不要！将军救我！好东西，你竟敢伤我母亲，我杀了你！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晨儿，母亲！这里不欢迎你，玉清堂，请你离开。住手！怎么，你也想一剑把我也捅死吗？顾江宁，辛辛苦苦把自己养大的母亲，被自己亲生儿子一刀捅死的滋味，如何？如此的不敢言，你就这么想包庇这个天生的坏种？他不是天生坏种，他只是年纪小，不懂事。年纪小不懂事，顾江宁，你还真是会自欺欺人、有眼无珠啊！清堂，我知道你心中有恨，这些年来是我亏欠了你，爱之深，恨之切，我都理解。是我双眼被蒙蔽，是我分不清谁好谁坏，我后悔了。只要你回到我身边来，只要你回来，我愿意把将军的爵位、将军府的一切全部都给你，给我和你的孩子。将军，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把我跟展儿放在哪儿啊？走开！清堂，我知道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圣旨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三品常卫将军西南之战，明知中了敌人的圈套，还要一意孤行，致使三军全军覆没，让朝廷损失惨重。特褫夺封号，贬为庶民。钦此。顾将军，接旨吧。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假的，甚至是假的，是假的！顾江宁，你连圣旨都敢扔，我看你这颗人头，当真是不想要。清堂，我什么都不要了。清堂，你回到我身边来，我知道错了啊。将军，你如今一没地位，二无钱财，甚至连你这条腿都是残废的，你有什么筹码？是你如今这空无一物的将军府，还是你这条已经残废了的腿啊？筹码？母亲，筹
筹码。我讲你要干什么？你给我松手！从头到尾都是因为他，关系到如此这般地步。只要你回到我身边来，我现在就杀了他。爹，你放了我母亲！滚开！顾强宁，你真是个人渣！木木娇娇，真是瞎了眼了！我为你生了个儿子，你信誓旦旦说要给我母子名分，你为了仕途，我为了你只能住进那个破巷子里苟且偷生。你闭嘴！我偏要说，我偏要说，我为了你忍辱负重，背负骂名，如今你却为了这个贱人要杀我，你就是个畜生！你落得如此下场，就是你的报应！你这个贱人！要不是因为你，是你勾引的我，敢瞒着我，怀了这个孽障，我怎么会一步错步步错？当初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在迎娶清汤之前，没有先杀了你。你去死吧你！爹娘，你们这是怎么了？我杀了你！顾千斩何在？顾千斩，你冒犯相府千金，杀害自己的祖母，仁者物证确凿，今日你死罪难逃，本官今日便要将你押入大牢。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是立国公的，我是要当丞相的。是你，死的人应该是你，于清堂，带走。死的人应该是你。不要！于清堂，于清堂，婵儿，不要带走我的婵儿！不要带走我的婵儿！我的婵儿！清堂，你别走，我现在就杀了这个奸夫！你要干什么？我把这个奸夫杀了！你快回来，快回来！我们一家团聚啊！我们一起过好的生活啊！欢欢，我就知道一定会回来的。你是真心对待本将军的，是不是？真心，真是好笑。我不过是为了于姐姐和祖母，我不得不在你面前争宠。唉，我实话告诉你，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让我觉得恶心。是他。今天天气可真好啊！过几日我要去宋子儿参加乡试，
你祖母药可得按时服着。姐姐放心去便是。择儿天资聪慧，定能考出个好成绩。走。圣旨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吏部侍郎顾守则克举奉公，高封亮节，册封为一品丞相。其母于是贵度端河，敦睦佳人，着即册封为二品诰命夫人亲子。母亲，儿子回来了。起来。